这就是你的店铺。这是消防死角，我合同是商场旺铺，合同只认面积，不认位置。我在这开店，消防直接封。在这商场，我说哪间是你的就是你的。不对，不是这里啊。您好，请问是王鹏王经理吗？我是新入驻的商户孙宇，过来对接我的店铺。什么事儿？我上周签约的是商场旺铺，在主通道客流口，您帮我指一下具体在哪儿？王经理，您说的是这里？不然呢？这就是你签约的商铺？不是啊，王经理，这是消防通道旁边的夹缝，连门都没有，怎么开店？我合同上写的是商场旺铺，房产证上登记面积完全吻合，测绘数据都在，你自己看。您看这张规划图，是你们招商部给我的，红色标记就是我选的铺位，在主通道中间。我看不懂图纸，谁给你的图，你去找谁。可就是你们招商部带我选的铺，我定金全款都是按流程交的，现在你们把我安排到消防通道边上，我这店怎么开？商场规划调整很正常，你签的合同是以实际交付面积为准，又不是按图纸位置。这根本不是商铺，是消防通道预留空地，摆货架都违规，消防一查直接封店。你是来开店的，还是来教我做事的？商场的消防合规轮不到你操心。王经理，我真的不容易，第一次创业，所有积蓄都投进来了，货都订好了，就等装修。您通融一下，帮我查一下是不是搞错了，或者换一个空铺。我搞错？我手里的交接单白纸黑字就是这个铺位。商场满铺开业，没有多余位置给你挑三拣四。王经理，做人讲良心，做事讲规矩。我按正规流程签约选铺，你们不能这么坑人。坑你怎么了？有本事你去告啊！在这个商场，我说哪间是你的，哪间就是你的，反正这地方就是你的店铺。王经理，我知道商场有规定，我可以加钱，只要能换一个正常能做生意的铺位，租金我可以多付，您看行不行？加钱？你当这儿是菜市场啊？挑挑拣拣还能加价插队？明天整个商场统一开业，现在全满铺，哪还有空铺给你换？做梦呢！王经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找麻烦，我所有积蓄全都砸在这家店上，货已经全部订好，马上就是夏装旺季，我要是不能在主通道开业，这批货全砸手里，我就彻底完了。哦，赚不赚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合同签了，铺位给你了，你少在这缠人。张总，您可算来了，我一直在等您。张总，您看这铺位我特意给您预留的，扶梯上来第一眼就能看见，绝对的旺铺，保证您生意火爆。小王办事靠谱，下次合作继续找你。谢谢张总信任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不是说所有铺位都是随机分配的吗？随机分配？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？人家张总是国际潮牌大区总，装修投入上百万，能给商场带来流量跟业绩。你呢，家底就几十万，小打小闹的服装摊拿什么跟人家比？就这点本钱还想抢旺铺，太自不量力了。人家大品牌本来就有特权，他不懂规矩还敢质问。没钱就别学人做生意，安安稳稳打工才是你的出路。正好我们安保部缺保安，包吃包住，要不我给你通融一下，去上2天班，总比在这儿赔光手底强。张律师，麻烦你现在立刻到中心商场3楼来一趟。张律师，他们恶意调换我的铺位，把消防通道夹缝当商铺给我，这算不算欺诈？孙先生，你这份合同有大问题，合同只标注了面积数值，没有写明具体位置、长宽尺寸与铺位编号。第二，这里有一行免责小字，开发商可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对铺位位置与结构进行自由调整。那我能告赢他们吗？我要换回我的铺位。从条款上看，他们交付的面积符合约定，法律层面属于合规履约，你最多只能投诉对方占用消防通道违规经营，但即便查实，给你的铺位依然是这块空地，换不了。王经理，我实在开不了店，求您帮我把铺位转租出去，租金我分您一半，只求能拿回一点本钱。放肆！敢把生意做到我办公室来了，你那破地方白给都没人要，已经进商场库房的货，一件都别想拿出去。孙老板，你快过来看看吧，库房漏水，你那批货箱子全泡烂了，根本装不了车啊！
就算你卖不了，这批货也得烂在这儿，一件都别想带走。老板，你这事儿太憋屈了，做生意不能让人这么欺负，该硬气就得硬气。他就是吃准我是小商户，没背景没靠山，才敢肆意践踏我的心血。但他忘了，小商户没有退路，反而有破釜沉舟的勇气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我绝不认栽。喂，阿姨。小雨，阿姨报了老年乐器班，专门为你学了唢呐，还有老伙伴学二胡、敲锣打鼓。你新店开业，我们全队去给你吹百鸟朝凤捧场，1分钱不要，给你撑足场面。阿姨，其实我……阿姨先别挂，等等，新店我有了。好，太好了！汉册上都有汉车留下。张总，吉时已到，有请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要的是高端开业、国际形象，你给我弄出个旱厕！孙宇，你疯了！立刻拆了！这是高端商场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王经理，别激动，这是我的合法商铺，房产证写的明明白白。我在自己的店铺里做什么，都是我的自由。这句话可是你当初亲口对我说的。王经理，你别激动，我这是响应国家号召，完善商场公共配套设施。这么大一个商场，连一个应急公共厕所都没有，顾客极其不便，我这叫填补市场空白。小雨，阿姨带乐队来给你捧场了，祝生意兴隆。都上热搜了，赶紧给我删帖！所有平台毁了，全毁了。老板，太及时了，救大命！多少钱？我马上扫码。免费，永久免费。免费？那你图啥呀？牛，这才是真便民！我这就发朋友圈。给我拆了！这是违章搭建，立刻清场拆除，恢复原样。出了事我全权负责。王总，您看，
房产证复印件、面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，这块区域确实在人家产权范围内，我们硬拆要担责任的。什么产权界限？这整片都是消防通道，他这是违规占用，立刻给我拆！消防通道是后面这条主通道，不堵不占不影响通行。我用的只是合同约定的产权面积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完全符合你当初给我的交房标准。你别得意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儿待不下去。好，那我等着。哎，这不明摆着针对人吗？封路逼他走，商场这招太损了。路一封，谁还找得到厕所？厕所虽被封，我等犹有路。今日正常营业，来的都是勇士。附路线图。你们的建议我采纳了，打卡集章，今天上线。您好，江城晚报的，能采访您吗？您真花了50万买这个商铺？我买了这个商铺，收房时才发现是消防通道，找王鹏理论，他不仅不退钱，还威胁我。后来暴雨，我的货物全被泡烂了，没办法，我才建了这个厕所，结果他们又封了走廊。那您现在靠这个厕所赚钱吗？不赚钱，图一口气。我卖服装10几年，本本分分做生意，但有些人不欺负你就觉得自己亏了。这个厕所一天不拆，就一天有人知道他们干了什么。最难的是取证，您需要证明他们承诺的是中岛店铺。这很关键，这人还在商场吗？离职了，私下承诺太多，被开了。离职员工证人更难被质疑，能联系上吗？能。谁是这儿的负责人？有人举报违章建筑。我先说明，这块地方是我的产权商铺，手续齐全，合法合规。你这个城管，第一，我没有超出房产证标注的产权面积，1分1厘都没有占用公共区域。第二，我没有破坏墙体、梁固，没有改变建筑主体结构，不属于违规改造。第三，内部所有设施都是可移动组装，没有固定建筑，完全不算违建。小伙子，你厉害，我们只负责查处违章建筑，你这个确实不在查处范围之内。劝你一句，和气生财，凡事别做太绝，别把自己逼到绝路上。谢谢关心，但我从被扔到消防通道那天起，就已经没有退路。
谢谢你，小朋友。老板，你现在全网火了，跟我合张影。妈妈，这个商场是在办丧事吗？哥，加油！兄弟，你是真硬气，我们整条街的商户全都看在眼里，佩服。你不怕王鹏事后给你穿小鞋？他心眼小，最记仇。怕啥？你不是一个人在斗，你是替我们所有小商户出头。呵呵呵。这一层的中岛铺，10个有8个实际面积都比合同上少2-3个平方，商场一直暗地克扣面积，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。那你为什么现在敢说了？你都在商场里盖旱厕了。我要是连句公道话都不敢说，还做什么生意？干脆回家种地得了。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在这儿跳的？立刻散开！小伙子，要不要一起来？跳完保证你身心舒畅。好，我报警，我现在就报警！阿姨们，这里是商场正门广场，人流量大，也影响经营。咱们换个公园空地跳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们是来支持小孙的，他被商场欺负的没活路，我们就替他撑腰。他不走，我们绝对不走。商场和商户的矛盾，你们内部要先妥善处理，闹成这样全网都在看，对商场声誉影响更坏。不是我们不处理，是他胡搅蛮缠，50万买商铺，他在消防通道盖厕所，这谁能接受？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商铺办成消防通道的位置交给人家？当初承诺的中岛黄金铺位，实际交付为消防通道夹缝，面积缩水近1/3，属于欺诈招商。实测面积与合同标注相差2.3平米，完全符合欺诈认定标准。我不要赔偿，只要商场公开道歉，归还我应得的铺位，弥补当初的承诺。现在舆论发酵，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，商场必须给出明确答复。孙先生您好，关于万豪商场招商的问题，我们想和您协商解决。我明白。孙先生您好，我是万豪商场集团总部的副总。谈什么？
我们有十足诚意解决问题，希望能当面沟通化解矛盾，也避免事情进一步扩大。想谈，可以，来我店里谈吧。请进，我们谈谈。请坐，我们开门见山。我不需要道歉，只需要你们履行3个要求：一是公开承认招商欺诈，2是赔偿我货物损失，3是整改铺位。所有证据齐全，若无法达成一致，我们将提起诉讼。孙先生，货物泡水是楼上餐饮商户管道漏水所致，属于意外，与商场无直接责任。铺位调整是正常运营安排，并非针对你个人。意外？那我店铺断电、走廊被封也是意外？王鹏多次威胁我也是意外？我问你，我店铺断电是餐饮商户干的，我走廊被封是餐饮商户干的，王鹏威胁我也是餐饮商户教的。你们口中的意外，不过是逃避责任的借口，所谓的正常调整，不过是欺诈后的敷衍。我们把 A 区与 B 区交界的20平米边厅给你，位置通透，客流集中，正对电梯口，免租1年。这个位置正常年租价不低于20万，附加客流红利，条件很有诚意。商场这次是真让步了。20平米边厅还免租1年，这条件我都心动了。孙宇这是拿捏住商场软肋了，不然哪能谈来这种好处？我还有一个条件，商场官方账号全网发布公开道歉声明，承认招商销售中存在欺瞒、虚假宣传行为，向我和所有受害商户公开道歉。这个影响实在太大，集团层面根本不会批准，我做不了主。合同陷阱、录音录像、受害商户证词、虚假宣传页，所有证据链完整。今天不答应，我们立刻提起诉讼，到时候就不是公开道歉这么简单了。可以，我答应你，但我希望你信守承诺，尽快把这里的简易旱厕拆除。等道歉正式发布，新铺位落实补充协议签完，我自然会拆，1分1秒都不会多留。恭喜，终于解决了。明天我陪你去签正式协议。小雨，老年大学校长都听说你的事儿了，点名要请你去给学生们做讲座。
你现在是我们所有人的大英雄。你就是孙老板，我是孙宇。你快起来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这样。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。去年我也被这个商场坑惨了，钱全赔光，店没了，家也散了，老婆受不了苦也走了。要不是看到你的新闻，我真的撑不下去，不想活了。商场看见舆论压不住，主动联系我了，同意给我换铺位，还把之前扣我的补偿全都补发了。我这日子总算能重新过下去了。多亏你把事情闹大，他们才肯低头。要不是你站出来，我们这些没背景、没势力的小商户，这辈子都只能吃哑巴亏，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。我没什么钱，买不起贵重东西，你救的不是你自己，是我们好多人的命。3年了，合同写20平，实际只有14平，差价不退，投诉无门，找谁都不管。今天终于有人站出来了。总部希望您立刻配合拆除旱厕，越快越好，这是最终方案。等所有商户都拿到实实在在的赔偿，签好字，领到钱，落袋为安，我自然会拆。孙先生，您这是在坐地起价！孙先生，我们给出的已经是最优解决方案，您再这样僵持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不急，我的新铺已经定好，免租1年，我耗得起。但那些被坑了几年等着钱活命的商户，他们急。我回去请示总部。慢走啊！厕所随时欢迎您再来。集团决定你被正式开除，即日起不用再来上班。
喂，孙宇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什么你的店偏偏被划成消防通道？我给你听段录音，我就是个替罪羊。当初上头明确下令，好位置全留给大品牌，小商户随便塞进死角。你的铺子是被人故意划成消防通道的。这10几个小品牌不用管，爱租不租，不租就滚，随便找个角落塞进去就行。对，全部往死角消防边、通道夹缝塞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这个声音，你昨天还在厕所跟他谈过话，这段录音够不够掀翻他们？完整发布，不剪不删。孙先生，我们能不能再好好谈谈？这是把你抬出来当免罪金牌了，想靠你洗白。所以旱厕还在吗？我要去打卡。在，速来！厕所战神守护阵地，盖充电宝，排队人多。这场闹剧早已不是我一个人的输赢。孙先生，请问这个旱厕你打算保留到什么时候？旱厕会一直保留，直到最后一家受害商户拿到满意的赔偿。那你后悔过用这种方式维权吗？后悔。我后悔一开始还想着低声下气去求他们，换来的只有推诿和漠视。我没有证据了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最后一家受害商户刚刚签字了，兄弟们，明天拆册。小孙，等一下，留一块木板给我，我要带回家做纪念。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孙老板，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，你为人靠谱，有担当，守底线，这样的经营者值得信赖，跟你合作我们放心。你想要的品牌授权，我全部帮你争取，公司全力支持你开店发展。以后每一家店我都用心经营，诚信做事，不辜负这份信任，也不辜负一路坚持的自己。慢在了，范小小，范这，现场坐坐吧。孙老板，恭喜开业，祝生意兴隆。总部让我转告您，前经理王鹏已被正式开除，集团永不录用。以后商场任何事务您随时可以找我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，妥善处理。宇哥，恭喜开业！我专门从江对曼给你带的，你最爱喝的那款，排了好久队才买到。谢谢。你店里今天不忙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有店？你发过朋友圈，后来同城热搜上我也看到过你的账号。你开了一家古着店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件版型超适合你，我特意给你挑的，改天一定来我店里玩，我给你留最好看的款。好，一定去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买了，买了。老板，你那个网红厕所真拆了？拆了，照片挂哪？孙老板，我以前只觉得你衣服卖得好，款式新，价格实在，现在才知道你这人更靠谱，更有担当，更有意思。以后买衣服我就认你这儿了。谢谢大家，我一定好好做，不让大家失望。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可是咱们商场的传奇。当初老板被恶意刁难，直接在消防通道建厕所维权，最后帮所有商户都拿到了赔偿。妈妈，这个叔叔好厉害，他建厕所帮了好多人。
小雨，你真来了！今天咱们不吹百鸟朝凤，改吹在希望的田野上。你找地方坐着，姨给你吹最好听的版本。谢谢刘阿姨。一声唢呐，终究传进了很多人的耳朵里。他们或许不会记住汉策的样子，但会记住有人站出来了，有人敢为自己说话，有人不肯低头，有人让不公平退了一步。厕所战神，硬核维权天花板，普通人的底气。就是你，我在网上刷到过你，孙宇，孙宇，隔壁城市一位商场小商户看了你的新闻，托我问你能不能帮忙看看合同，怕再被坑。孙哥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快撑不下去了。有个商户被坑了，和我当年一模一样。你这维权还维出连锁加盟了？地址发我，我过去帮你看一眼。那些打不死你的，终会让你更强。所有坎坷都是铺垫，所有坚持都有回应。这不是终点，是更好的开始。